如果讓你猶豫不要買 Pocket 3的理由包括焦段不夠遠，那 V01.06 這個固件更新可以獲得一個叫中焦模式的無損放大功能，這讓 Pocket 3的焦段從20毫米可以數位放大到40毫米，開啟後變成40毫米，可以數位放大到80毫米，非常的遠。但這次的升級，我最喜歡的不是中焦模式，而是呼吸效應抑制。強烈建議所有 Pocket 3的用戶一定要開啟這個功能。畫面被裁切掉一點沒關係，但不管你是想要中焦模式還是呼吸效應抑制，這些功能都是免費。DJI 這次真的是鐵了心要把其他卡片機逼着出新款啊，力 V 什麼的，不要再偷懶了。在推薦你 Pocket 3的配件之前，我快速講一下這兩個升級的優缺點。這次的升級重要到會讓還沒買 Pocket 3的人都有點動心，因為它明面上解決了焦段不夠遠的問題。所以我們首先說中焦模式。說實話，我不喜歡，起碼你現在有這個功能可以用，但是我沒那麼喜歡。很多人嫌棄它的點是啊，這不就數位裁切放大嗎？不太正確，它的邏輯是在同一片感光元件上面改變算法，用多個像素單位去算一個像素。我不想講到新手聽不懂，但簡單的說，它的畫質會接近沒有損失的感覺。我這邊放一個對比，就是 Pocket 3用機身遙感放大成2倍之後的畫面。這是開啟中焦模式之後的畫面，兩個都是等效40毫米。可是如果我再把畫面放大5倍，你會發現中焦模式的畫質銳利度明顯比數位放大還高，很棒吧？但凡事都有代價。首先，中焦模式的算力是很吃緊的，所以在中焦模式下，你的最高 ISO 只有1600，這表示你不能在太暗的環境打開這個模式，甚至暗一點的室內都可能會發生噪訊崩潰的狀況。其次是中焦模式只能用在一般錄影模式、縮時、低光模式等等，都是不支援中焦模式的，並且你會無法使用追蹤的功能。Pocket 3是一個3軸物理雲台的結構，只要你的遙感沒有跟上，拍攝的東西就會容易飄走。所以其實我在用 Pocket 3，或者是我將 Pocket 3交給不熟悉相機的人使用，都會蠻依賴它的追蹤功能的。那種種的限制就導致我自己並沒有那麼喜歡中焦模式，又因为它幾乎沒有電子增穩。好處是低光的拍攝更不容易有演算法造成的殘影，但壞處是當你打開中焦模式，甚至要再開啟數位放大的時候，你的手震跟晃動都會變得非常的明顯。所以你用中焦模式拍攝的時候，你只能拿穩。新手我就是建議拿穩，然後不要運鏡。中焦模式的確是一個非常棒的更新，但說這個東西是史詩級更新，我覺得有點刻意騙流量。我更希望未來下一代 Pocket 能看到類似 DJI 空拍機那樣複數鏡頭的設計，直接有長焦鏡頭可以切換，或是變成像錄影 4D 那樣可以換鏡頭的結構，那才可能真正意義上提供好用的中長焦。只能說目前至少你有中焦模式可以玩。比起中焦模式，我認為真正該被稱為史詩級更新的應該是呼吸效應抑制，它是在徹底解決這個相機的一個大 bug。反正我只有一個建議，保持開着就對了。以前我把 Pocket 3放在固定的位置拍自己，只是單純拍自己對鏡頭說話，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，它的畫面還是會時不時的抽動啊，抽到了那個素材看起來比手機拍出來的還要糟糕。呼吸效應會在相機尋找焦點的時候把物件放大或者縮小，導致你的畫面看起來好像一直在抽動。那這次 Pocket 3更新的呼吸效應抑制不能消除這個問題，但會比沒有開的時候有明顯的改善。我認為這個對你的創作影響巨大。請你一定要更新，並把這個新功能打開。Pocket 3的低光畫質會比手機更好，運鏡也更有專業的感覺。貼點預算還可以有額外的無線麥克風或者清楚的收音。現在更有中焦模式，可以讓你拍到更望遠的素材，素材的種類更加的豐富。只要你能接受它，最好不要淋雨，結構脆弱要小心保護。本體的電池不能更換，這幾條劣勢，它就是目前入門 Vlog 最好的相機。但有些額外的缺點，我之前沒有說到的，我想特別提一下。主要是它對 4K 60P 的曝光演算法不太友善。簡單的說，你在拍攝 4K 60P 的時候，它最低的快門速度會控制到60/1秒，而非1/5秒。這會讓你回去剪輯要放慢 4K 60P 的素材時，發現奇怪，你放慢是會卡頓的。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？所以我還是建議，如果你要用 Pocket 3記錄生活的話，你就拍 4K 30P 就好。有人問說，為什麼不是 4K 25P 或是 4K 50P？ 那這個跟你的手機刷新率是30的倍數有關。影視颶風曾經有詳細去介紹過這個方面，種種的愛恨糾結。有興趣的話，我再用留言貼給你。
但反正我是建議你拍 4K 30P， 需要慢動作的話就切換到慢動作，再拍 4K 120P， 才能確保你的素材一定是慢動作的。然後因為我短影音的拍攝變多了，我開關機的習慣跟以前拍懶人包的時候稍微有點不一樣。我現在會把翻轉螢幕關機的功能關掉，然後長按錄影鍵來開機。這樣子的話，拍攝會犧牲掉一點畫質，最高解析度剩下 3K。不是我不願意橫着拿相機，可是它1/4螺絲孔在下面，它的正下方，所以如果我要立腳架自拍的話，這是一個比較快的選擇。希望下一代 Pocket 可以為短影音多考慮吧，看是要讓鏡頭可以擰一下變成直的，還是感光元件做成方形的。其他我真的沒什麼可以抱怨的，它真的很好用，但確實不太好上手，要記的東西比較多。如果你在使用上遇到了困難，你可以去看我之前拍的 Pocket 3上手懶人包，我会放在這個角落，然後下面的資訊欄也會附上。接下來是配件的部分，首先不推薦的配件，第一不推薦，絕對不推薦的就是它原廠的三腳架。我認真不懂為什麼這麼差的結構跟品質，它可以賣到這麼貴。你隨便買一家副廠吧 ，Ulanz PK11有出一個小短腿，可以省去你裝上去的時間，但站着就沒那麼穩。我自己是都用 Insta360的戶外三腳架，它的腳可以拉長，中間撐一個自拍杆也會站得很穩。這個在等一下推薦配件的時候，我再詳細的介紹。那第二不推薦的就是除了廣角鏡以外的所有濾鏡，所有的意思是任何廠牌、原廠、副廠我都不推薦，除非你是一個重度的濾鏡愛好者，你是一個濾鏡控，並且你後製還很菜，想在剪映上套個裸光的效果都有困難。不然，在這個幾乎使用自動擋拍攝的小機器上面裝 ND 減光、裝柔光。裝了你不講，別人也看不出來你有裝，那買回來吃灰的幾率就會很大。專業的相機有一些畫質維持跟商業上的考量，我自己也有買一整套的濾鏡，82毫米的 ND 啊，好萊塢黑魔法，還有天氛黑柔焦啊，我都有買。但 Pocket 3好玩大於實用啦，必吃灰，我不推薦。廣角鏡算是一個特例，它是徹底改變你拍照的廣度，所以絕對算得上是實用的東西。只是在推薦與不推薦之間，我應該會放在中間。一來是它收納的過程中太容易弄掉了，你要特別保護它；其次是你不一定需要這麼廣的畫面。我自己使用習慣比較粗魯一點，就是我都會這樣子拍一拍，然後就直接塞口袋，拍完就秒塞口袋，然後又拎出來就拍一拍。就變成是我這樣子拉扯的過程中，可能會不小心把這個鏡片給弄掉。我身邊有用廣角鏡的創作者是偏少的，但也確實有留言的朋友說，這個好用，你們可以自己再煩惱一下。第三不推薦的是續航手把，以我斷斷續續拍 vlog， 加上身邊幾個其他創作者一起錄 vlog 的經驗，大家一致認為那個續航手把很醜。真的很醜，它讓口袋相機直接變魔法棒，太長了吧！一般的旅行你買單機身不用的時候，插外接電源丟到包包裡幫它快充，通常會夠用。如果你在用的過程發現，我常常會錄到沒電，那你再額外去加購那個續航手把就好了。即使你買了，我也建議你把它當成一個額外的電池，快沒電你才把它插上去，沒在用的時候你就把它放進包包裡幫它充電。我不是很建議你全程把它插在 Pocket 3上面啊，畢竟原本是這麼小的東西，你把它變得這麼長，就好醜。副廠配件推薦的部分我最推薦的是 Insta360的114cm原廠自拍杆，還有它的戶外三腳架。這個原本是買給全景相機用的，我也常常會裝手機夾在上面當提詞機。那特別額外買給 Pocket 3的話，它不算很便宜。但如果你目前或未來有更多設備的規劃，我蠻推薦你買一組的。Insta360的配件做工比很多知名的副廠還要好。一個好的配件你可以用非常的久，像這一支我已經用2-3年了，可是它的阻尼感都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，自拍杆的拉伸很順，而且不會下垂。那戶外三腳架有伸長的結構，就是它可以整個展開，這樣比起一般的自拍杆或是三腳架都可以更穩，站更高。刮大風的時候，你可以在這個三腳架上面壓個包包，但是因為它的三腳架其實沒有貼地，所以壓上去的東西夠穩就好，不要壓太重，不然它可能會斷掉。這兩個配件都是我開頻道以來一直在大力推薦的。我現在帶 Pocket 3出門，基本上也是只有帶這兩個配件，只有算是我配件所有的配件裡面使用率最高的。
好，第二推薦的是 Sunlife 的磁吸支架。買這個會建議多買它的鏡頭熒幕保護罩。這個磁吸支架不完美，因為你看它要裝上去的時候是需要有一個組裝的步驟，打開來組裝的過程比較煩。不拆裝的話，就是你如果不一直把它拆下來的話，這樣子握持的那個握感跟裸機還是有差，所以我平常是不会用這個東西的。但是如果你很明顯需要做一些磁吸變化的拍攝，你可以用一個支架解放 Pocket 3的磁吸功能。不只是在環境中找到鐵製品，你也可以搭配像 Insta360 Go 3S 的項鏈，直接吸在胸前，變成一個 POV 的視角。這個是 DJI 自己出的無線麥克風，要買就買最新款的 Mic 2或者是 Mic Mini， 你可以買單發射器就好。它們連到 Pocket 3上的使用體驗非常的好，打開配對以後，你可以在 Pocket 3上調整這個麥克風的所有功能。就是一般的麥克風，你插上去之後，你還要額外用其他東西去調整。但是在 Pocket 3上面，你可以直接從它上面調整它的降噪啊，或者是要不要內錄啊，等等等等。如果你想嘗試在用 Pocket 3的時候拍攝時有比較好的無線麥克風收音品質，那買它自己出的麥克風使用體驗會是最好的。OK， 配件環節應該比你想象中的少，所以其實我在用 Pocket 3的時候，我經常是建議人家買單機身，就是我覺得它的单機身已經是它的完全體了。我就是建議你買单機身，然後去買一些其他你需要的配件。Pocket 3算是我在追求畫質跟收音品質時，我在使用專業相機和手機之間的甜蜜點。很多時候我的需求是拍一些品質要比手機更好的東西，例如短影音的工商，我收音不想要它太爛，畢竟是有甲方的嘛。那手機或者是相機都需要經過一番組裝，你手機要插麥克風還是要花點時間的嘛。但 Pocket 3就是拿出來馬上就可以拍了，非常的方便。Pocket 3上市1年了，依然總是在缺貨。它不是 X160或者是 GR3那種工廠罷工的期貨，而是一台工廠努力在拼業績狂做，沒有溢價，沒有黃牛，但你就是不好買到的生產力工具。加上現在對望遠焦段跟呼吸效應抑制做更新，我認為這代表它短期內應該不會出下一代。但我跟他們沒有合作，所以我也沒有任何內幕消息。要用就早點入手吧，用得到就不虧了。你會因為這個更新買 Pocket 3嗎？可以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，跟大家交流。有成功幫你生火或滅火的話，請幫我留言、按讚或是分享。你們的支持都是我繼續拍新東西的動力，謝謝你們。那還想看什麼的話就留言，我盡量去拍，盡量回你們。就這樣，我是詹斌，冰島來了，我們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